使用马桶最让人糟心的也莫过于此了。看这个马桶，这个位置呢一直漏水，已经持续2年了。点转一下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卓工小米。这也是一个老客户给介绍的活儿。看这个马桶就这样持续的漏水，说它漏的厉害吧也不厉害，说它不厉害吧，它会持续的有水流出来，只要你冲水它就会渗水。使用了7、8年的马桶，后边的这个水管呢也老化僵硬了，顺便修马桶把这个水管一会儿也换掉。有人说维修马桶太贵了，但是你看这个情况，装一个马桶和维修一个马桶简直就是2码事儿。维修这个马桶往往都是这样的，不漏谁修啊？就是因为漏了太臭了反味了才去修。看这个法兰，这是还是客户中途换过一次，第二个还是不行，照样还是漏，法兰圈已经老化了。每次遇到这种情况，光打扫卫生、清洗地面和清理马桶，少说也得20分钟到半个小时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也只有搞疏通的，还有我们搞马桶维修的才能下得去手。维修前客户的需求是无论如何，哪怕多花钱，这个马桶一定要修好，千万不能让它再漏了。还特意保存了我的电话，说后期有问题还要找我。我想说的是，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，对于这个马桶我还是比较了解的，什么样的问题基本上到我手里都能给它处理得掉，咱不说100%。这个马桶2个排污孔中间呢是有一个棱的，像这个法兰呢设计的就是比较巧妙，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可以掰掉的，专门就是针对这种有棱设计的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贴平了。过来维修的时候呢，我一共带了2个法兰，一个普通的，一个是这种的。客户说这个法兰他在刷视频的时候也遇到过，但是自己又不会修，所以没有买。价格呢都是一样的，我就给他用这个了，他也接受了。第一部分盘在排污口上的是法兰圈的密封胶条。接着我们上这个第二部分，呢，这个是和密封胶条呢进行一个粘接。第3部分是2个硅胶密封圈，这个弹性特别好，非常的柔软。一共是有2条，这样可以起到一个双重的密封效果。把马桶翻过来，用马桶自身的重量去挤压密封，这样它下面的胶条呢粘接的更加牢固。这个法兰圈的长度呢是8公分，只要我们对着排污口直接放下去就可以了。这个操作起来比较简单，哪怕是我们的排污管比较深的那一种，直接插进去也是够的。老化的水管呢也给它换了新的了，现在开始上水测试。如果你家使用的是虹吸马桶，使用这款法兰的话，它的效果会更好。由于它和马桶的底部和排污管密封特别严实，产生的虹吸效果会更好，不漏风不漏气嘛。帮客户紧一下马桶盖底座的螺丝，因为这个螺丝松了，所以马桶盖老晃。最后呢，我们打上玻璃胶。马桶安装好以后，客户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马桶什么时候可以使用？各位老师傅，你们都是怎么回答的？